Hello， 我是 JJ Andy， 这位先生是 Pete，CTO of Ponyx。Pete， 你可以介绍你自己吗？对，我是黄埔，我英文名叫 Pete，我是 Ponyx 的联合创始人和 CTO。然后接下来我现在手中所握的是全世界第一架，全世界第一部完全去中心化的区块链手机。对。然后 Pete， 你可以跟我们说明这个电话有什么特征吗？实际上很多公司在发布区块链手机的时候呢，他们在里面装一些区块链钱包，或者是连接一些合约等等的。Ponyx 团队不这样认为，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做一个这样设备的话，那它应该是完完全全都符合区块链的精神，去中心化、不可篡改等特性。所以呢，我们从底层，还有包括从通讯层、从整个系统层、应用层等所有东西呢，都做了更改。那么可以让这部手机呢，在运行任何我们针对区块链的产品的时候呢，都可以做到去中心化，包括传输，包括数据存储，包括 APK 的使用，包括网页的访问，还有包括网页的下载等等所有东西，彻底的去中心化。它不仅仅是只是一个钱包这么简单。OK。就如果我去中心化了，然后我还需要一个 WiFi， 怎么样的 WiFi 才可以使用呢？实际上呢，我们计划将很多我们自己的节点部署到，比如说像新加坡，还包括像印尼这样的国家。那么当你连接到了运营商网络或者 WiFi 网络的时候呢，Xphone 呢会自动的去寻找网络中的其他的节点，然后呢让这些节点为它提供服务。所以呢，其实它还是要使用到普通的 WiFi 或是电信运营商的网络，但除此之外呢就不需要其他服务了。那么如果我想发一个短讯，或者我想打一通电话，我需要还任何的费用吗？或者是完全免费？其实它也是需要用到就是运营商的通讯费用，那么仅此而已。然后其他的费用其实都没有的，因为都是由这个开发者，这些去中心化的开发者来提供这些应用的，取决于他们的收费或他们的服务是否免费而已啊。就这算是全世界第一家吗？对，是的。你对它有什么看法，或者你想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进步呢？对于这个是这样的，我们觉得区块链呢技术不仅仅能够用作转账，还包括用作智能合约，还包括其他类似像金融服务里面，它应该有更大的用处。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做出一部人们在每天能够使用中的产品呢，它呢能够不被篡改，然后呢可以保持永远的公正，它能够去中心化。比如说我需要使用一个 app， 比如说那个 app 叫 A 这个 app 呢，那这个 app 呢，如果这家公司不再提供服务了，它还能够继续运行在整个 FunctionX 的网络里面，让 Xphone 的所有用户去运行，类似这样咯。好，那么有些观众想问这个是不是waterproof， 就是来不小心把它掉进游泳池或者？这部呢是我们的 demo 手机，所以这部没有做任何的防水的那个更改对吗？对，未来肯定会做。而且我觉得我们做这部手机的意义呢，是让世界看到原来区块链手机可以这样做。我们会把系统授权给其他的大的公司，让他们去做这样的手机，而不是说都由我们自己一直在做啊。了解。那么就算是最后第二个问题，如果我是一个 Dev， 我想放一些我自己要的内容在电话里，或者是一个项目或者一个东西，要怎么样做呢？这个电话能不能 support 呢？可以，其实并不是把这些东西放在电话里面，是这样。如果你是想要去开发一个这样产品的话，其实只需要去内置我们的提供的 FunctionX 的 SDK，然后呢读一下什么叫 FXTP 的请求，然后在节点上面，就是在 FunctionX 的网络里面创建你的后端服务呢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应用放上去了。其实整个流程我们刚刚在会议里面已经展示过了，去做的话也就5分钟时间。如果你是一个网页开发者的话，你完全不用动任何代码，直接上传你的网站就可以去运行了。好，然后最后一个问题，几时我们可以购买这个电话？我们目前的生产计划是在明年的 Q2 之前，所以我希望我们在明年 Q2 之前陆陆续续给大家披露一些开发者信息，还有新的功能等等其他的事情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